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麥式音響的 YouTube Channel。我相信很多人的心目當中都曾經有這樣一個夢想，就是在家裡面弄一個非常大的螢幕，然後配上非常好的環繞音響。所以你在家裡面玩 PS5， 或是你跟你朋友看 NBA 球賽、看棒球賽，那或者是說你在家裡面看電影的時候，都可以獲得一個非常好的影音體驗哦。那在我小時候，我覺得這個音響它跟百萬就是連接在一起的，百萬音響、百萬名車。就是小時候聽到同學，我家有裝環繞音響，有裝家庭劇院，哇，那你家一定很有錢。為什麼？因為你想想看，要裝音響，你要滿足幾個要件。第一個就是你家夠大嘛，那你家不夠大，那個音響都是有一個體積的。第二個就是說你要新裝潢，為什麼？因為音響它的那個後環繞跟天空聲道要連到你的音響主機，它是要走所謂的電線。那如果你不裝潢的話，那看起來就非常的慘不忍睹，我相信正常人都無法接受。類似第三個就是講說，音響這個東西它本來就不是一個便宜的產品，所以我也覺得，這是為什麼這幾年呢，Soundbar這類型的產品賣得特別的好，因為它補足了很多人對於以前那種百萬音響、百萬劇院的一個心目當中的憧憬。那也的確哦，就是你要講到現在Soundbar它也做得非常的成熟，像無線的後環繞，這是以前Soundbar沒有的，現在也都有，甚至還有充電式的無線後環繞，那音質也是非常的好。那我覺得Soundbar本體的音質跟音量來講，也比以前我覺得也進步得非常多。那更不用說Soundbar它還有一個優勢，就是說它操作起來非常的方便，假如說 AirPlay 啊，或者跟電視的一些音量的聯動啊這樣子。那跟有些觀眾朋友問我說，那以目前的市場狀況來看，如果我Soundbar買到頂點，那是不是大概就是像 Sony 的 A9M2， 也就是我们之前有開箱的一款Sony 家的旗艦環繞產品那樣。如果在之前我會說，的確是這樣，就是以目前的一個Soundbar市場來看，如果你的你想要一個最好的一個產品，體驗最舒服的話，的確 Sony 的 A9M2 這個7-8萬塊的價位就已經是一個天花板了。那在更之前，其實我們有錄一個Soundbar vs 音響的主題嘛，那我們會看到很多人在底下論戰說啊，這個Soundbar它不夠好，這個音響它聽音樂跟整個看電影的音質是超越Soundbar的。那在以前的話，我會說你一定要做一個選擇，就是你要選擇Soundbar，要麼你要選擇這個傳統音響。但是呢，在我這幾天體驗了 Sony 他們新的一款產品之後，我會說，其實在之後的日子裡面呢，也許你有另外一種選擇，叫做那也就是目前在轉盤上這個正在旋轉的 Sony， 你說它新款嗎？好像也不是，因為其實它在去年的年初就發布了，但是呢，我覺得它到現在依然還是讓我覺得非常震撼，或者是說我覺得它非常值得推薦一款產品哦，那就是Sony 他们家的一個7聲道的擴大機，叫做 Sony AN1000型的這個環繞主機哦。好，那今天這一集呢，其實它會非常的長，所以我有寫了一份稿在我前方的 iPad 上面，但是我會跟大家講說為什麼會那麼長呢？因為我會講到一些比較細節的東西，例如說以這台環繞擴大機它搭配家庭劇院的時候，它的喇叭的配置要去怎麼去做擺放，那以及呢就是說它的一些詳細的聲音校正的流程。那當然最後還有一個結論這樣子，但這集不會有試聽，為什麼？因為我覺得到了這等級的產品啊，你還是要去實際的門市體驗一回。其實你到了這個等級真的是多說無益，為什麼？因為你對於音質的任何描述，那都是沒有比你現場去體驗的那個震撼的程度來的。就是我會說，你到了這個級別，你就是要去現場聽一下，你才知道說它的價值到底在哪裡。所以如果怎麼講？如果是你想要知道，趕快知道這部影片結論的人，我直接給你一個前面的結論，就是說，如果你心目中你想享受那種Soundbar的操作的便利，想要享受Soundbar它可以搭配一些無線後環繞、無線重低音的配件，那你想要但是你同時你又想要說，我要有傳統音響的好音質，不管是聽音樂或看電影，那我強烈推薦你來現場體驗一下這個 Sony 的 AN1000。好，所以我們在影片的底下都有章節，大家其實是可以跳着章節看的啦。好，那我們接着就來講一下這個 Sony 的這台 AN1000的環繞擴大機哦。那我會說這台擴大機其實它有點低調，你應該也不能說是Sony 的擴大機
就是這台 AN1000很低調。你應該怎麼講？就是 Sony 它的整個環繞主機的產品都是很低調的。那這不代表說他們沒有做，其實他們在我記得1990年代開始，他就陸續一直有推出這個環繞擴大機。那可能大家印象通常想到音響主機，你都會想到Yamaha， 想到這個先鋒，想到 Denon， 想到 Marantz。但是我覺得為什麼 Sony 的環繞擴大機它會比較低調？其實很大原因在於說它的價位其實一直以來都是走比較平價的路線。那當然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個家庭劇院的發燒友，今天一個環繞音響主機，它就最貴可能就3-4萬塊，那自然你是看不上眼的。所以這些高貴的發燒友玩家們，其實他們就不會去討論 Sony 的環繞擴大機，因為它大部分是面向的是更大的一個更入門的一個消費者市場。但是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時間點，其實你看，坦白說，就我是一個賣音響的，我會說，其實現在的傳統的音響、傳統的家庭劇院，它是在沒落的。但是呢，我覺得AN1000它有許多的特點，會讓它變成一個可以改變時代的，也許是以後的環繞擴大機都會朝向這個方向開始設計。那甚至我覺得 Sony 在這個領域裡面，它會開始就是走向高端，走向市場的一個主流。好，AN1000擴大機它其實在2023的年初發表，那時候我就關注到說它有一個很關鍵的功能，就是說它可以與自家的那個 RS5 後環繞、RS3S 後環繞、SW3 重低音、SW5 重低音去做搭配。那個時候其實Sony 的 Soundbar A3000、A5000、A7000 旗艦的那個 Soundbar 系列就已經出了嘛。那而且我要跟大家講一下說，它的重低音是可以配到最多2顆的一個無線重低音的，所以以現在 SW5 的一個能量，我覺得當然1顆可以搞定。然後我覺得很好玩的是說，我後來發現一個數學問題，你想想看 ，SW3 是一顆200瓦的重低音 ，SW5 是一顆300瓦的重低音，但是 SW3 差不多1萬塊 ，SW5 差不多2萬塊。那這時候我們發現一個重點，就是2顆 SW3 的價格跟1顆 SW5 差不多，但是它的能量呢卻多出了100瓦。所以AN1000，如果你是很喜歡這種，我覺得也甚至不用到很喜歡重低音的表現，就是你預算內因為2萬塊買1顆重低音，在家庭劇裡面算蠻司空見慣的事情，所以你只要配2顆 SW3，我覺得基本上的震撼感受就非常不錯了。就是對很多人來講，這就是已經是一個猛爆的存在。那當然，如果你是一個想追求極致的那個，你很喜歡聽電子音樂，你就很喜歡看電影，那當然你還可以配到2顆的 SW5， 就我覺得這個效果真的是很威猛。那為什麼我會講說可以配無線後環繞或無線重低音，它會非常加分呢？那我先講，現在買家庭劇院的或買Soundbar的客人，會分成2種。那一種就是新家要準備裝潢，那一種就是家裡面就是已經裝潢完了這樣子。那為什麼傳統劇院它會逐漸沒落？其實我覺得有3個原因，家庭劇院它是不如Soundbar的。那第一個就是說體積，傳統音響的話，你說它的一個深度隨便書架喇叭很多，大部分隨便都30公分起跳。那你有前方的主喇叭，你還有後方的後環繞喇叭。你看，你前方放一個30公分的，後方再放一個30公分的，總共起來60公分。你的客廳多長？你的客廳可能也就3米，那這樣你前後就已經少了60公分。我覺得，對現代的那種小家庭來講，是真的佔空間。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剛剛講到傳統劇院的喇叭，它每一顆喇叭都要接電線，走銅線，走到你的環繞音響的主機。那所以你如果是已經裝潢好的人，或你裝潢到中段，你根本沒有規劃要裝音響的人，你根本不可能為了傳統音響，你去拉所謂的電線，你去拉所謂的這個音響的音源線，你根本沒辦法去做。那第3個就是說，初始設定以及這個使用起來都是非常的複雜。我相信很多人都常會覺得說，尤其是當然我們頻道的女生觀看的是非常少。但我相信每個先生心目中都會有一個恐懼，就是你買了那個傳統音響回家之後，你怕你太太會亂碰，怕你小朋友會亂碰，就是他怕他們不會用，然後要麼把機器弄壞，要不然就是音量開得很大聲這樣子。應該這麼講，
你說像現在桑巴的話，它的設定有什麼樣的設定？很簡單，插電，然後 HDMI 線接好，然後 APP 跑一下就結束了，就跟比你買新 iPhone 這個換新 iPhone 還來得簡單非常多這樣子。那環繞擴大機就不一樣了，就是它感覺就是一個很專業的事情，就它不但要進行一個初始的喇叭的配置設定，然後還有空間校正，然後空間校正完之後還有一些 EQ 的細部的調整，那 EQ 調整完之後還有一個音效模式的調整，所以就是很多的這個音響的環繞主機，它又沒有 APP， 所以你整個界面就是要透過這個音響主機在電視上顯示的时候，用遙控器在那邊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所以總結起來啊，我覺得傳統音響跟桑巴的差距，你說除了喇叭比較大，就體積這個問題有機會解決，因為你喇叭傳統音響比較大的話，你說我可以買那種很小的喇叭，我可以買骰子一樣的喇叭，就是我可以買小的喇叭去解決。但我覺得其他的問題現在看起來是沒救的。皮諾可，這個直接電死。那 Sony 的 NN1000 呢？它可以解決什麼事情？它可以搭配無線的後環繞、無線的重低音。那我們拉線的事情，這個就搞定了。那加上它本身算是簡單的操作界面啊，所以這邊的簡單就是对比桑巴，我覺得還是稍微複雜一點點，但是我覺得也沒有到那麼就是也許借由我這個影片後面的一個敘述，那你看完之後，其實你要拿回家 DIY， 我覺得也是非常有機會，也能享受到一個非常不錯的效果的，好嗎？所以呢，就是如果要認真講的話，其實啊，我要認真講，無線的後環繞，像以前很多拉那種有線的後環繞，你會看到他把有線的後環繞做在後方的天花板上方，為什麼？因為這有時候是你說它專業嘛，這其實坦白講，以杜比的標準的喇叭放置規範來講，它是沒有很建議的。但我覺得有時候這是一個不得已的操作，為什麼？因為你看你的後環繞如果要拉到你的座位的兩旁，那它就要走線。那你的沙發後面那個牆，很多時候就沒有做裝潢，那你走下來你要走明線嗎？這是不可能的。但無線後環繞它可以吃電嘛，所以像你的那個 Sony 還有出那個 RS3S， 你就可以搭配腳架，然後直接放在你的兩旁。重點是它的價格還不貴，它的價格你假如說1萬塊出頭就有了這樣，那你用貴一點的 RS5。甚至它是充電式的無線後環繞，假如說你要用的時候，你把它拿出來放在你的兩側。當然，如果家庭劇院的話，我建議你還是後環繞用腳架擺好，不要把它隨時拿來拿去這樣子。所以，無線後環繞它是真正可以做到說，它可以在你的耳朵聆聽位置的後方的那個度數啊，是42度到60度嘛。就杜比它有一個規範，它有一個圖，就是你前方的喇叭到你的那個左邊有一個夾角，然後到後面的那個後環繞，它又是有一個夾角的這樣子。好，那我們講了那麼多，接着我就要開始介紹這個 NN1000它的一些接孔，它的一個觸控按鈕，以及開始它的一些設定這樣子。那跟一般桑巴不同的是，環繞音響主機的重點比較會是它可以搭配的喇叭的，就是要怎麼去搭配喇叭怎麼擺。然後以及它的機器的一些操作界面，所以我們待會都會擺上一些相關的說明給大家看哦。那這就比較長，就大家要有點耐心看完這樣。首先呢 ，NN1000它的體積是43公分乘以15公分的高，再乘以一個33公分的深。那我必須要講哦，在環繞擴大機裡面 ，NN1000它算是比較淺的機型，就是當然你沒有聽錯，它這樣大小在環繞主機裡面還是算淺又算小的。那你就知道那種比較大的環繞主機有多可怕這樣子。所以比較淺的機型代表什麼意思？就是如果你的機器放在你的正前方的電視櫃，你的電視櫃也可以不用做到那麼深，因為我們剛剛講了，你的客廳的距離就那麼長，如果你的前後距離還做得很深的話，這個電視櫃做很深的話，那整個空間就會非常的被壓縮。好，那正面兩個旋鈕，一個控制音量，一個控制輸入源的按鈕。那接着到機器的中間就是 NN1000的顯示螢幕，那在它顯示螢幕的下方，那就有很多的一個按鈕，你可以切換音場的模式，然後螢幕的亮度以及直通模式的切換。然後接着在它前面板的下方還有一個 USB 接孔，你可以讀取你隨身碟裡面音樂，然後就是還有 6.3mm 的耳機孔，雖然我不知道誰還會買一個環繞掛機，然後去接耳機去聽音樂？但是它一樣做給你的這樣子。
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雖然它前面板有非常多的一個按鈕，我覺得這也是音響常常讓人覺得很恐怖的點，就是按鈕很多，然後看起來按的每一個按鈕都會帶來爆炸或者什麼，就很可怕，這樣女生都不敢去按。實際上，它有一個Sony 有為它寫一個 APP， 那我覺得 APP 你說不上漂亮，但是它如果要做一些模式的切換，那從那個 APP 上面是起碼我覺得操作上簡單易懂許多。那在它前方的這個 USB 孔位旁邊呢，會有一個校正用麥克風的輸入孔。那 Sony 的那個校正麥克風在它的原裝箱裡面會有一個配件，那這個東西呢外面買不到，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收好。那麥克風我也跟大家講說，如果麥克風它屬於一個測量的儀器，它是應該這麼講，你就不要去摔它，因為摔它其實像我現在用的這種麥克風，你只要一摔，其實尤其測量級的，它都有機會失準這樣子。那這個麥克風呢，採用了立體聲的設計，然後原廠它有給它一個組裝架，就是它有一個治具，讓它有2個位置可以去做擺放以及測量。所以呢，底部呢組好之後，可以再接上那個相機腳架。那使用方式很簡單，就是你把它組好了之後，你直接把那個測量麥克風的線接到 Sony 前面主機的那個接線孔，然後接着在電視上操作就可以了。好，那接着呢，我們換到背面。背面呢 ，AN1000 它有了6個 HDMI 的輸入，那其中有2個它是可以支援到 4K 120帧跟 8K 60帧，那也支援這個 VR 可變刷新率以及 ALN 自動遊戲模式。所以呢，如果你是有玩 PS5 的遊戲玩家或有 Xbox， 你可以直接這2個輸入孔都是可以接的這樣。那它給你6個輸入孔，其實也解決很多人常會有設備很多不夠接的一個問題。因為像你看現在 Soundbar， 它很多都直接把那個HDMI 輸入都砍掉了，像 BOSS 是沒有 HDMI 輸入的。那像 Sony 現在新的旗艦款都只有一進一出，所以當你的設備，假如說你需要用到這個 4K 120帧的設備變多的時候，其實是不夠接的。好，那另外呢，在這個HDMI 輸出的部分，AN1000它也支援了雙輸出接口。那在國外可能它用的是一個多區的操作，就是它可能電視一個在客廳，一個在可能餐廳，它去用這個雙輸出。但在台灣的話，這個大部分的應用場景 HDMI 雙輸出，它是用在假如說有的人他是有一個投影機的升降系統，但同時呢，它客廳還有一個電視。那你有這個雙輸出的功能之後，你就可以一個輸出孔接你的投影機，那一個輸出孔接電視。所以呢，你就不用怕，你的白天你看電視沒有投影機的時候没有好音效這樣子。那喇叭的部分 ，AN1000它最多可以接到一個7顆的環繞喇叭，再搭配2顆的重低音。那當然重低音你可以接有線的，也可以接無線的。那無線就我們剛剛講的，你要使用同一個系列型號，假如說2顆的 SW3 或2顆的SW5，那基本上就是滿足杜比全景聲一個最入門的 5.1 或 5.2.2 的一個配置。好，那我們剛刚有講到說，我们剛才有提到一個說 AN1000 它可以享受 Soundbar 的便利嘛？那我記得他提一個重點就是說，其實 AN1000 它可以讓你享受到 Soundbar 的價格，可以幫你省錢。什麼意思？就這台 Sony 的 AN1000 它一樣可以搭配 Sony 他們家有一個叫做 S Center 的功能，就是說你今天你的電視它是有支援這個功能的話，你的這個 AN1000 它可以不用買那個音響的中置喇叭，你可以讓你的電視去當你的中置喇叭，所以你整個劇院這樣去加起來的話，你其實相對來講，你可以只買一對主喇叭，搭配你的 Sony 電視，搭配 Sony 家的這個無線的後環繞的，搭配 Sony 家的重低音，那整體的花費，你對比 A9M2 來講，其實沒有差的那麼多，所以就是這是非常好玩的東西，而且呢，我覺得。我有實際聽過 AN1000 它去搭配這個 Sony 8817的中置聲道，我覺得其實效果還 OK。就這 S Center 功能，我在假如說 A9M2 或者一些 Soundbar 就是88、89或 A5000、A7000 一路聽起來，我覺得有時候會覺得有點雞肋。但是呢，配上這個 Sony 的 AN1000 之後，我覺得其實蠻 OK 的。那當然，我覺得這跟 AN1000 本身它的一個音效的定位感很好也有關係，因為我甚至有聽過 AN1000，你不加電視的中置喇叭，你也不加那個另外再去買一個傳統音響的中置聲道，你單純2隻喇叭去聽，其實我覺得那個人聲在中間結像
講話的感覺也是非常明顯。就是有時候我甚至會覺得說，現在那個中間的中置聲道是有開嗎？我聽起來很像有開，但當你越往前，越走到機器前面的時候，你才發現，原來聲音是前面的2隻主喇叭發出來的。所以我覺得 Sony 的這個 AN1000 它的環繞感的定位感是非常好的。好，所以呢，講說用 AN1000 它可以幫你省錢。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因為你的傳統音響啊，其實你的那種主喇叭、你的被動式喇叭，基本上它是可以傳世的。你這一代用完，你的小朋友他們在用，甚至因為我們有很多客人，像我以前有聽過那種30-40年的老喇叭。當然30-40年跟現在的技術可能有點差異，我覺得主要差異在低音。但如果你播一些小提琴，你播一些人聲，我覺得聽起來，你喇叭過了30-40年，所以有很難聽嗎？我覺得其實還好。那对比你想想看，如果手機過30-40年，電腦過30-40年，那個差距該有多大？這樣子。好，那接着我們講完了，就是一些它的接孔優點之後，當然它背後還有一些超多接孔，就是有一些什麼光纖輸入啊，什麼同軸輸入啊，然後類比的音訊輸入啊，我相信基本上你只要有任何的影音設備它都接得進去，但是這些接孔相對來講它的使用機會就比較少，所以我們就用特寫，然後把它的一些那個接孔的外觀呢列在熒幕上面，這樣你在看這部影片的時候，你稍微得知一下大概資訊就可以了。好，那接着我覺得一个比較重點的部分就是喇叭配置的方式。有很多人說，我想買這個 AN1000啊，我想做一個家庭劇院啊，可能很多人的第一步就是說，喇叭要怎麼擺，喇叭要買幾顆，喇叭要擺在哪裡，這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呢，喇叭的配置的方式，我幫大家整理出了幾種常見的組合。那我覺得，在講組合之前呢，有分2個路線啊。第一種就是說，你有裝潢有預先規劃的。那第二種就是說，我沒有規劃我要買音響，或者我已經裝潢完了啦，我就是沒有拉那個天空聲道跟後環繞的線，那我要怎麼辦？這樣。好，我們先講第一種，就是你有預先規劃，然後你裝潢都有配合的，那你這樣就可以做那個 5.1.2。我現在講的那個 5.1.2 什麼意思呢？5就是所謂的平面的環繞喇叭，那.1呢就是重低音，那.2呢就是所謂的天空聲道。那這邊要記住，那個重低音啊，它1是寫1顆嘛，但實際上就我剛剛講的，你可以配2顆有線的重低音，你也配那個 Sony 的無線重低音，你也可以配2顆。那所以呢，這邊的這個重低音的數字，你就我覺得就隨個人的喜好，你可以自己去決定它是要1顆還是2顆，好不好？那首先呢，我們講這個平面的5支喇叭，它前方就是有所謂的中置聲道，負責人聲的口白，那左右的主喇叭。那天空聲道的話，我們一般會採用嵌入式的喇叭，就是還會在你的天花板的裝潢上面開一個圓孔或開一個方孔，把喇叭放上去固定。那後環繞呢，就採用小型的書架式喇叭。那重低音呢，就我剛剛講的，就是你要接那個有線無線，就隨個人喜好這樣子。但是但這種配置它就是在你裝潢前你就要做好的規劃。因為你的所有喇叭都是採用有線的設計，所以你都是裝潢好了或裝潢到一半的人，你一定是不可能這樣去做的，因為你的線會走明線，很醜，就你要用壓條什麼去裝飾它，就是那真的很少人會那樣子去做。那我覺得這個配置啊，它跟待會講的其他我要講的那種音響組合的最大的差異就是說，它的天空聲道是採用實體的一個喇叭。就如果我在講其他組合，它都是要用反射式的。那這種直接的從天花板下來的聲音，它的一些下雨或者飛機的場景，那個聲音來源跟真實感是，我覺得是非常令人難忘的。就是如果你第一次體驗的話，你會覺得哇，原來現在的一個音響的技術已經進步到這種程度了，這樣子。好，那第二種。就是跟前面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配置，只是在我們在後環繞的部分，把它換成 Sony 的一個無線式的環繞喇叭 RS3S。因為有時候呢，後環繞這個位置呢，配線長線不是很方便，所以相對來講 RS3S 它只要吃電源線嘛，那你的沙發旁邊後方有電源孔，我覺得這也是非常常見的一個事情。所以呢，你這時候你用 RS3S， 你直接把你的後環繞放在你的兩側。我覺得這會比你用，假如說你為了那個美觀，你把你的那個被動式喇叭放在天花板，我覺得這樣來講，它會更合杜比的規範一些。
好，接着第3種呢，就是針對沒有預先裝潢規劃的人，那就可以參考以下的這種配置，就是說，首先因為你的左右喇叭就一定不可以少，因為你左右喇叭如果少的話，你那個就整個劇院就不成體統了這樣子。但是呢，因為你沒有事先的一個裝潢的規劃，所以我覺得在主喇叭的部分，你就可以看空間的美觀，你也許可以用小型的喇叭，或是用壁掛的喇叭。那有些人可能覺得說，壁掛喇叭或小喇叭的聲音都蠻爛的。這麼講，壁掛喇叭它其實有2-3萬塊的沒有錯，但其實上它也有貴的5-6萬塊，有10幾萬的，甚至你要買那種 high end 級的幾十萬的也是有。那小喇叭也是一樣的道理，這樣。然後再加上呢，其實你在看這個你在組建劇院系統的時候，你的重低音它是會幫忙你這些壁掛喇叭以及這些小喇叭，它去發出一些低音的聲音的。所以呢，如果你不想要深度太深，你可以選一些比较音質比較好的壁掛喇叭或小型的喇叭，我覺得这個是 OK 的。那當然，中置喇叭的選擇，如果你已經是購買了這個有 Sony S-Center 功能的電視，那當然我覺得中置喇叭你可以針對美觀或是預算的部分去做一個斟酌。就假如說你今天的預算剛好有點緊迫，那這樣你中置喇叭的錢可以省一點下來，或者是說你的一個外觀造型，像現在甚至有的人他前方是沒有做電視櫃，他前方採用壁掛的喇叭，那他中置的喇叭他可能覺得沒地方放，那他就只能用電視的喇叭去做替代，這樣子，那這個也都是能考慮的。這樣，但如果你要效果比較好，還是要放一個實體的中置喇叭，我覺得這樣是一個感受上還是有差的啦。那這後環繞的部分，因為你沒有事先安裝天空聲道，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所以呢，我就建議你一定要用 RS5 去做搭配，因為如果你用 RS3S 啊，你整個一個音響組合就沒有天空聲道了。這樣子，我覺得以現在來講，以現在的電影都有這種有機會出現全景聲的場景，有機會出現那個天花板的音效。如果你沒有配置的話，是真的非常可惜。這樣子，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其實我以前啊，不是說我一開始沒聽這個 RS5，或我以前一直都覺得說反射式的天空聲道都不怎麼樣。但是呢，後來到這幾年我體驗之後，我覺得有些soundbar還是偶有佳作的這樣子。那 RS5 其實以我的印象來講，我有聽過它配A7000或配那個現在的8889。坦白說，我覺得它配上這些soundbar的時候，它的天空聲道聽起來也是，就是沒有到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其實我一開始是抱着不期不待的心態去試這個 RS5 的天空聲道的效果的。但我後來我搭配這個 N1000配對完之後，我發覺其實那個天空聲道的感覺啊，還讓人出乎意料的好。那我覺得這當然跟 N1000 它的一個音效軌道的定位感好有關之外，第二個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RS5 搭配 AN1000 的話，你是可以針對這個天空聲道的音量單獨去調整，甚至可以左右獨立去調整。我覺得這樣聽起來真的效果非常不錯。但是 RS5 的安裝高度，我建議大家，你的 RS5 的那個天空聲道的頂部啊，盡量我覺得超過你的頭，可能一個拳頭的高度就可以了。為什麼？因為當你的 RS5 那個天空聲道放得太低，假如放在肩膀或放在你的腰部的位置的時候，你那個天花板的聲音，你會覺得它是在就是它發出去的時候，因為它聲音要怎麼讓你感受到在天花板，它是那個聲音要先送往頭上，然後再經由反射到你的耳朵。所以如果你的那個 RS5 擺放位置太低的話，你反而听到那個原本應該在天花板的聲音會出現在你耳朵兩側。所以跟大家講一個非常重點，就是說你在買一些腳架或者是你在擺放喇叭的時候，切記，我覺得 RS5 的那個頂部要比你頭部稍微再高一些哦，這樣子。好，那當然就重低音的部分，其實從剛剛的不管是有預先規劃的，或者是說你到後來你沒有裝潢沒有留線的，其實我重低音的部分 AN1000 我都非常建議用Sony 他們自己家的一個無線重低音的產品哦。那第一個當然是價格，那第二個就是說它可以用2顆嘛，所以你看，就像之前那個前總統馬英九有一句名言，就叫做一個便當吃不夠，你可以幹嘛？你可以吃2個。那你現在就需要再多吃一個便當還是？
所以 SW3， 有人覺得 SW3 很弱，一個很弱啊，你就用2個。我跟你講，正常人聽到的 SW3 用2個就已經很夠了，這樣子。那我已經不敢想象說 SW 用2顆，那個你的鄰居的憤怒值可能就會到一個爆表的一個數值了，這樣子。喺呢個 moment 要爆了。然後我跟大家強烈的建議就是說，因為我發覺那個2顆 SW3 的 CP 值真的是很高，所以我這邊再跟大家講一次，就是你2顆 SW3 真的是非常建議的一個選擇。那當然，無線的重低音，我覺得它還代表一個事情，就是說，如果你選擇有線的重低音啊，那你在裝潢規劃的時候，你是除了重低音本身的電源之外，你的環繞主機到重低音這一段是要安排訊號線的。但無線的話，它是擺放的，實際上更有彈性。你的2顆 SW3 無線重低音，你可以1顆放在前面，1顆放在後面，或2顆放在後面，或者2顆放在前面。你可以針对你的空間的一個配置去做一個算是非常隨性的擺放。那很多人說，擺放的位置會不會有什麼差異？基本上這個在環繞主機做完音效校正之後，它的一個空間的差異來講，應該就會降到比較低的一個感覺。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很多人都很 care 重低音的位置，但實際上，請依據你的一個室內空間的美觀，依據你的一個動線的方便去做，就是去規劃就可以了，這樣子。所以呢，我們在講說這個，如果是沒有裝潢規劃的話，你看它幾乎搭配就是用上 Sony 自己家的那個配件的嘛，就是我剛剛講的，實際上你可以只做到你是選一對好的主喇叭，這樣就搞定了。所以我覺得這也解決了買音響的時候，有時候我跟你講，買音響有時候它有一個困難，就是什麼選擇困難。睇住，時日精選點解7款咁多㗎？哦，因為呢下咧，以前時日精選咧得1款啊嘛。咁我點啊？因為音響的品牌啊，傳統音響真的太多了。你現在你就打開網絡上，你打那個音響或書架式喇叭，然後你看那個品牌啊，有什麼丹麥的、英國的、美國的、大陸的，然後什麼意大利、葡萄牙、斯洛伐尼亞。我跟你講，那個真的你要認真去聽。那我們剛剛發生一個突發狀況，就是我錄到一半相機過熱，所以我們延續剛剛的話題哦。AN1000 基本上它就幫你搞定了一個你在買音響的時候最重大的難題，就是選擇障礙。你只要選一对主喇叭，那個品牌跟樣式、外觀、價格你最滿意，那基本上你就搞定了所有事情。好，那我講完了這個 AN1000 它的接孔，講完了它的一個喇叭要怎麼放、要怎麼配置之後，我們接着來到它的一個初始的調整的界面，就是算是一個空間校正的流程以及後續的怎麼去做設定。那當然，如果你是跟店家買一整套的話，基本上這個流程你是不需要去做的，就店家把它搞定。但是我相信，就是你看完之後，如果你針對個人的口味想去做一些細節的調整，那你心裡面會比較有底，因為你知道，就算不小心你把設定弄壞了，你整個重來，那其實你也可以對照着影片去看。或者說有些人他是屬於比較細節派的玩家，他說我還沒有買，但我想知道這些機器到底它可以調整到什麼樣的地步，因為有些人他就是追求完美嘛，那機器要調整的選項越多，或它界面看起來那種參數可以玩的東西越多，他就越想去了解，越想去買這台機器。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对于這些設定的細部流程不是很有興趣的人，你可以借由底下的章節轉換到我們後面比較偏結論的地方哦。好，首先呢，我們就是第一步，一拿到 AN1000，我們要進行無線配件的配對。你把 AN1000插上電之後，你就進入到就是 HDMI 電視的那一端，你就切換到 AN1000 這個輸入源。那接着呢，你就要進行這個配件的連線。那重低音的話，如果你有2顆的話，你就看到它有分這個 subwoofer sub 1跟 sub 2，那有連接上的話都會呈現綠色的字樣。那接着在後環繞的部分呢，它也會有分左右聲道，那熒幕上都會有顯示說有沒有配對到這樣。好，那接着就會問說，你的後環繞的喇叭是什麼樣的一個配置？這什麼意思呢？雖然說我們剛剛講都是，你看我都講 5.1.2 啊 5.2.2 的配置，就是 AN1000 本身是可以接7支喇叭嘛。那在以前啊，其實環繞聲它是有分幾個架構的，一個就正常的 5.1 嘛，那再還有所謂的7.1。那這個7.1是什麼意思？就是在原本5.1的環繞上是直接是後環繞跟前方的主喇叭。那7.1的架構裡面，它就是分說，你的主喇叭不變，中置聲道不變，但是在你的左右那個叫做側邊的環繞，左側環繞，右側環繞。那在你的後方呢，那叫做就是直接就是又是一個後環繞，左後環繞，右後環繞了這樣子。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比起就是一般的 5.1、7.1，它在整個環繞圓形的音場的包覆上是更加綿密的。那當然在正常的配置裡面啊，我都跟大家講說，因為現在電影都有所謂的天空音效嘛，所以我建議大家還是去做一個，你在這邊選的時候，你就是採用一個 5.1.2 的配置。那所以你在選的話，就是選那個 Surround， 有一個選項叫 Surround 加 Subwoofer SW 就好了，這樣子。好，那接着下一頁，他問你說有沒有用 Sony 的 Accenter 的功能 ，Sony 電視的這個功能。那如果沒有的話，你可以選擇略過；那有的話，你當然就可以去選，還會針對電視的發聲去做一個測試。好，那再來呢，就是你下一頁你要決定說有線喇叭的這個天空聲道的孔位是否要做成其他的一個用途。那什麼意思呢？就是如果當今天你用了这個假如說你是用 RS5 作為一個後環繞的，我跟大家講一下，就是我剛剛講說你的配置是 5.1.2 嘛，那如果你有線的話，你是不是天花板會做一個天空聲道接有線的這樣子？那如果你是裝潢沒規劃的話，你是不是要用 RS5 當做你的後環繞以及你的上方的天空聲道？那這個時候呢，你的這個原本有線的天空聲道的接孔是不是就空下來了？所以這邊的選項就問你說，那個空下來的接孔，它要做什麼樣的一個用途？那當然，如果你是接有線的天空聲道，你就要選這個head speaker。那如果你是用這個RS 或 RS3S 或 RS5，你可以選這個 not aside， 就是没有分配，它的孔就空下來，不要用了這樣子。或者說你的主喇叭呢，你有4個這個接孔，就是屬於你是百外類型的，像我們之前有講到那種什麼 B&W 喇叭，它就有4個接孔。那這個時候呢，你可以選擇一個選項到它叫做這個 by amplifier connection， 什麼意思呢？就是原本我空下來這個天空聲道的喇叭的接孔呢，我這個推力是不是就沒有用了，就把它浪費了這樣子？那這時候我這個接孔可以一起去接你的主喇叭，等於說你的主喇叭呢，它得到2份來自於擴大機的推力，所以它在聲音的質感上是可以更上一層樓的這樣子。好。那再來下一頁呢，他就問你說，你有沒有擺放所謂的中置聲道，就是你是5.1 的模式呢，還是所謂的4.1 的模式？那這邊我覺得就是你就照你真實的狀況去選就可以了。好，選完之後，它接着還有一個就是你天空聲道的形式。當然，如果你是 RS5 的話，那你的這邊基本上就只有一個叫 SRD 的選項可以選，什麼意思？就是用我的天空聲道，就是用我這個 RS5 的後環繞去做反射式的這樣子。但是呢，如果你是有線喇叭的形式，它有分2種。天空聲道的話，一般杜比正常的建議它是会我記得是在你座位的上方会往前傾一個角度做這種嵌入式的喇叭。但當然，我們在很多的一個環繞擴大機的設定說明書裡面可以看到說，其實有另外一派設定是壁掛式的喇叭，掛很高，掛在前方電視的一個牆角。所以這邊一個Sony 的選項，它就是在講這個事情。好，那我覺得就我們都已經進行到這個，那接下來的下一頁呢，就是很多人他在買環繞擴大機的時候，他會遇到的問題。就我覺得這下一頁應該就是所謂的 DIY 救星的，就是一般的品牌環繞擴大機啊，你都要自己翻原廠說明書去看說，因為我們剛剛講的，你看有講很複雜，什麼 5.1.2 啊，什麼 5.1.0 啊，什麼 7.1 啊，什麼 7.1.2 啊，就是 7.1， 甚至還有什麼 7.1.4 啊， 5.1.4， 那些環繞擴大機啊，一般你都要看原廠的說明書，因為它的接孔在環繞跟天空聲道部分會不一樣，所以你要看這個說明書去接對這樣子。那你接錯的話，機器也不會跟你講。但是呢，在 AN1000 這個，它在這一頁的選項裡面，它會告訴你說，你的那個喇叭要怎麼去接這樣子，它就會跟你講說，你這個喇叭呢，就是這個是前方的這個孔是接前方的左喇叭，這個孔是接前方的右喇叭，這個孔呢是接中置聲道，那這個孔呢是什麼接重低音，它就會跟你講，那你就對應着它的這個說明去接這樣子。那甚至如果說有人就講說，我對這個說明我還是接錯了怎麼辦？我跟你講，他在後面還有一個真的出聲測試的環節啊，你真的接錯啊，他還是會再跟你講一次這樣。所以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我覺得很多人買環繞擴大機回去，第一個真的是不知道怎麼接這樣。好，那我們喇叭的配置與連接，整個設定初始都把它搞定了之後，我跟你講，接着才是要真正進行聲音的校正的環節。好，首先呢，在自動校正開始之前呢，Sony 他們會希望消費者去做一些自己環境的參數的測量。我這邊呢是建議說，你盡量你準備一個腳架給待會的那個校正麥克風用，以及呢你再準備一個雷射測距儀，就是測一個方向，不要用皮尺，因為皮尺真的用起來你那個它大概要測一些天花板的那個，你真的不好測。对，好，首先第一關呢，我們就是要量我們耳朵到電視的一個聆聽距離。那我必須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Sony 它這個設定界面的數值啊，其實它的精度是到公分等級，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建議你用雷射水平儀嘛。你用皮尺那個，你要量你耳朵到電視的距離，很容易誤差這樣。但是呢，我覺得你想想看，其實這一台 AN1000 擴大機呢，它並不是一個很高貴的擴大機，就是實際上不到4萬塊的價格吧。但是我覺得 Sony 他們對於量測這回事，它還是蠻龜毛的。好，那第二個畫面要測量就是我們耳朵到地板的垂直距離。那這個地方量完了，第三關是地板到天花板的高度。那接着呢，最後呢是地板到 Sony， 它会電視上會顯示一個綠色的條線，就是這個地板到 Sony 指定的這個電視的檢測線的一個高度。好，你這個4關都做完了之後，接着你就要用到我們剛剛最初講的這個 Sony 的配件麥克風嘛。好，這個配件麥克風我們剛剛講說它有一個測量架，這個測量架你把它的上層下層，就基本上它是一個卡榫形式的，把它卡好之後，然後呢，你就可以把你的那個這個測量的架子放在你的一個相機的腳架上面，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一個測量。首先呢，你要先把麥克風接到 AN1000 的機身上面。那第一個位置呢，就是把麥克風放到這個測量架的上層。那其實它在擺的時候，哪邊左聲道右聲道，其實它圖示都有跟你講的，這樣就是你連擺的時候，你要擺錯，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好，然後接着 AN1000 它就會發出測試音，開始自動校正的第一個這個流程。好，那它在這個測試架的上層就會做第一次的校正嘛。那記得測完之後，就在測試架下層，它要做這個第二次的校正。那流程都跟剛剛一模一樣，它就是會開始跑測試音，只是說你的這個測試麥克風的位置你要換一下。好，那校正完了，大家記得要那個檔案要存檔一下。就是 Sony 它針對這個校正完的一些設定的結果呢，它基本上會有2個 preset 可以去儲存，有個 preset 1。跟 preset 2這樣子。好，那校正完了之後，它還有提供2種重新定位的方式可以選擇。什麼意思呢？就是 Sony 它要把這個，就是你杜比音效，它會有一個那個定位嘛，就是這電影裡面的定位原本是怎麼樣。但是 Sony 它會針對這個測量完的音場呢，它可以去做重新定位，有分 Type A 跟 Type B。那他說 Type A 的話，它的這個後環繞音場的這個後方的環繞，它會讓它更明顯一些嘛。我看到那時候說它的重心會有一些會往後面移，其實我自己聽的感覺的確是這樣，就是它的那個就是你前面到後面那個環繞包覆的感覺，就後環繞的感覺，實際上真的會體驗比較多。那它的 Type B 呢，就在講說它整個音場會比較偏向前方。那它的建議就是講說，如果你喜歡聽音樂的人，你可以選 Type B； 那如果你喜歡看電影的，你可以選 Type A。好，那接下來還有更複雜的，這邊就是自動的 EQ 調整。那這邊有3個模式，第一個呢就是讓所有的喇叭的頻率響應叫做 Flat 模式，就是你所有喇叭的頻率響應是平的。但是我跟大家講一個事情，就是說聲音頻率響應是平的，也許這個東西聽起來不會很好聽這樣子。那第二個呢，就是他把他的這個所有的喇叭的這個頻率調成在 Sony 自己家的那個視聽室。這個試音室裡面的所謂的一個叫做Studio 的錄音室模式，你可以這麼去理解這樣。那第3個呢，就是讓你所有的喇叭的頻率響應去對齊你前方的主喇叭。所以我覺得，如果照常理來想，你選第2個或第3個選項，聽起來會讓你的整體的環繞包覆感受會比較好。這樣，那因為我個人比較懶，所以我
我比較喜歡選那種聽起來就是怎麼講，聽起來比較威猛的，名聲比較厲害的，所以我就選第二个那个 Sony 自己家的那个錄音室模式這樣子。好，那當然你愛實驗的朋友，因為我剛剛講嘛 ，Sony 可以儲存2組預設的 Preset 1跟 Preset 2的一個音色調整，所以你可以就你自己存2組，你自己去比較差異看看。好，那既然你在校正完之後 ，Sony 它就會出一份大清單報告，它會講說列出剛剛測量的一些資料，包含每支喇叭的一個距離以及這個音量。那當然，其實你是還可以再去手動去做調整的。所以呢，如果你是追求完美的人 ，Sony 它在這個後續的每聲道的音量、每聲道的距離，甚至是單獨聲道的這個 EQ。他還給你了一個提供2段式 EQ 的調整，那我覺得這一方面做得很好，那也沒有做得太複雜，因為有的環繞擴大機它是會給一個假如說16段的 EQ 做調整，但我相信對一般人來講16段 EQ 調整起來就是你想想看，每一個聲道如果還給你16段 EQ 做調整，你就覺得哇，這個東西調整調沒完這樣，那我覺得2段的 EQ 調整就很大程度讓你比較有方向。我簡單舉個例子，像我自己聽的時候，我會覺得說，後環繞的聲音有時候太尖銳，那也許我就直接把左後環繞或右後環繞它的這個高音的 treble 的部分把它減少一點。那我覺得中置聲道的人聲不夠突出，那也許我就把中置聲道的這個低音高音，我們都分別去給它調整一下，去玩看看，那感受一下聲音是怎麼樣。但是我要講一個缺點，就是說。他在發這個EQ 調整的時候，在這個環節的時候，他沒有測試音，或者他也沒辦法讓你播一個你喜歡的聲音去聽差異。我覺得這個就相對調整來講，你的操作流程、調整流程就會變得比較長一些的這樣子。那我們講完了這個繁瑣的校正流程都搞定了之後，我跟你講，它的還有環繞模式可以選擇。就是這個弄的真的是，我跟你講，你常常看到我們的音響，它有分什麼環繞模式，常常會有什麼 DTS-X 啊，什麼杜比模式啊，像有的還有分那種，有的還有分什麼場地的，什麼我是給你什麼意大利歌劇院啊，我是給你什麼台北小巨蛋啊，我給你台北大巨蛋的音場模式。我跟你講一下這些音場模式大致上差在哪裡，基本上它差在一些。有分2種，一種就是回音的多寡的差別，但是 AN1000 上面它的音場模式的差異，我覺得是這樣，主要是在這個環繞的位置的比例，就是假如說杜比模式的話，可能第一個聲音也的確會比較乾一些，那它的環繞的聲音定位可能比較乾淨，所以比較清楚，那它的前後的那個位置感受跟 DTS 的那個模式是不太一樣的，所以簡單來說，當然你可以去體驗一下。但是呢，我的話，我這個人呢，基本上我非常的懶，所以呢，我喜歡一個模式去做看電影跟聽音樂的設定。就我不喜歡說，我看電影要現在這個片子是杜比，所以我要切杜比的解碼模式啊。這個片子是什麼 DTS，我切 DTS 模式。我聽音樂我要用傳2聲道模式。不好意思，我這個人不喜歡把東西弄得太複雜。所以我的話，我強烈推薦大家，你去使用它一個預設叫做AFD，這個 Movie， 就是它有一個自動的音效的模式，然後針對這個電影去做調整。那當然你聽音樂的時候，它也是會有環繞的效果的。還有一個選項，我建議大家要開，就它有一個360的那個叫做 Sound Mapping 的技術吧，就是簡單講，就是說你開了這個之後，你的一些環繞的音效的感受會更明顯。這樣，那我覺得那個開的對聲音也是比較好。好，接着講一下重點，就是說，像我之前開箱 A9N2，我講說 Sony 他們有一些獨特的算法，可以做到說，像你平常你看那個2聲道的，假如說你看聽演唱會或你聽音樂傳2聲道了嘛，所以呢。你聽音樂的時候，照理說只有前方2隻主喇叭會有聲音，但 Sony 他們有一個這個算法，就是還有一個環繞算法，會把你聽音樂的時候這個立體聲的聲音算成有環繞的。所以像我剛剛我用那個 AFD Movie 自動的電影模式，再配上了 Sony 他們這個360的 Sound Mapping 的一個技術之後，你在聽音樂的時候，你會感覺到那個左右聲道其實它是延伸到你後環繞的。那當然有一些那種所謂的基本教義派的音響發燒也會說，這樣不對啊，這樣子聽音樂的那個管弦樂團什麼應該要在哪邊啊？管樂團要在哪邊啊？弦樂團在哪邊啊？那個木琴、鐵琴啊要在哪裡啊？然後什麼指揮應該你站在指揮位置聽起來要像怎麼樣的一個音場的立體感？那對於這種，當然我會說
其實對大部分的使用者來講，我覺得開環繞模式聽音樂還是比較過癮的，因為你如果強調聽音樂要有立體感，那個位置要很準確的人，基本上你大部分是聽一些現場類型的音樂，你本身是可能是音樂家，或者是你真的很喜歡去國家音樂廳，那我覺得那種就屬於比較少數。但是一般的使用者來講，我覺得你就是用一個看電影跟聽音樂都通用的設定，不要在那邊調來調去的，要不然你調完之後，可能你的老婆小孩也會覺得，這聲音怎麼好奇怪哦，你要再怎麼做調整，你就弄得操作很複雜這樣子。然後呢，我必須要講說 ，Sony 他們在把這個音樂算成環繞聲的時候，它真的那個感覺很像是說，就是有的算法會覺得，像有的產品我觉得很假，就它那個環繞的聲音，你會覺得說，假如說吉他好了，你會覺得他在彈吉他的低音的時候是在前面，那彈吉他的高音的時候就跑到後面的環繞喇叭去了，就是同一個樂器，它会在前後跑來跑去。但是 Sony 的話，其實它那個算法做得很自然。假如說吉他，吉他就是在後面，那假如人声唱歌就是在前面，那它的整個位置如果就好像原本這個音樂就是做給天生設計的就是環繞效果一樣。所以我覺得這個大家一定要聽音樂的部分，很多人說，環繞擴大機就只能看電影，聽音樂是不好聽的。但我覺得Sony 的這個算法讓聽音樂變得更有樂趣，有機會的話大家一定要體驗一下這樣子。所以呢，我們講完了它的一個配置，講完它的一個接孔，講完它的一個設定畫面之後，我相信你看完這麼長的一個片段，你对于你新家的音響要規劃，就是心裡面是更有一個底了。然後你對於這台機器可以做什麼樣的一個設定，可以有什麼樣的效果，我相信大家也大概略知一二。那最後我就要來一個結論了嘛，這樣。其實我覺得怎麼講？我看到這台的時候，其實我第一印象我是想到，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美國的 Bose 它有一個產品叫做 Lifestyle 650，它基本上就是一個音響的主機，然後搭配了5顆環繞的小喇叭，然後再配上 Bose 他們自己家的重低音嘛。那個產品大概10年前就有了，甚至更久。然後那時候剛出的價格很貴，我記得台灣賣都隨便都17、18萬的一個定價。然後這個產品賣了，甚至到最近這1-2年才停產這樣子。就是我那時候我看到 AN1000，然後我在聽完之後，整個就是在回味的時候，我覺得它跟 Bose 的那個，我跟你講，其實 Bose 的 Lifestyle 650就跟現在這個 AN1000超級像的這樣子。它那個每一顆 Bose 的小喇叭，其實它就是要拉線拉到 Bose 的音響主機這樣子。但是我跟你講，在以前的時候，你買17、18萬，很多人買。我跟你講，很多有預算的客人，他就是，我要買一個環繞音響，我不知道，我就買那個17、18萬的這樣子。所以你想想看 ，AN1000的出現是不是讓你變相的，好像省錢了？因為其實如果你環繞配件都用 Sony 的話，你只挑一對好的主喇叭，其實也許不用花到那麼多的一個錢這樣。而且呢 ，Sony 它這一套效果可以讓你做到更好。還不用布所謂的這個後環繞喇叭跟天空聲道的線。這個 Bose 的 Lifestyle 650呢，它10年前出的時候，它就是沒有所謂的天空聲道，它是只有所謂的5.1的純環繞。所以呢，你可以看，基本上這個科技過了10年，進步的非常大這樣子。而且呢，還有省錢不止這個點。你看 Sony 他們其實一個邏輯就是說，它的重低音的配件，它的後環繞的配件都是共用的嘛？什麼意思？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是A3000、A5000、A7000 的用戶，你搭配 RS5，你搭配 SW3，那你用了大概也出了大概2-3年了嘛，這樣子，所以你用了一陣子，說甚至你的88、89，你也用了一陣子之後，你的主 soundbar 壞掉了，或者說你想要升級的時候，這個時候你變相的你的這個 RS5 或你的 SW3 是可以沿用的。那你頂多你再買一個同樣型號的重低音，那你再添購一個主喇叭，然後你再加一個這個 Sony 的 AN1000，你就可以直接從原本的一個 soundbar 系統升級成一個劇院的系統。所以你這樣看下來，家庭劇院要很花錢這個事情，到 Sony 的 AN1000 這台環繞主機上面，好像一切都就改觀了這樣。所以我覺得Sony 的這台 AN1000 基本上它幫你省了很多的一個所謂接線上的麻煩，省了很多這種預算上的麻煩。基本上我配過 B&W 的落地喇叭，我配過那種 Wolfdale 的落地喇叭，
就是入門的，然後跟比較中價位的喇叭我都有搭配過，其實我覺得那個效果是蠻好的，而且尤其是在它的怎麼講，我覺得 Sony 的這個價位的擴大機啊，它給你一個第一個定位感很準確，第二個它的低音的效果我覺得也是非常的好的，就是你今天不管你有加重低音沒加重低音，用一顆 SW3 用2顆 SW3， 我覺得它那個低音的效果都是你一聽你就覺得說，哎呦，真的錢是花到有感覺的這樣。所以呢，我覺得如果今天你是有一個心中想要，我覺得男人都是这樣，心中會有一個夢想，就我想組一個家庭劇院，我想要組一個音效很好的那種家庭影院，然後強烈你要來聽一下，在現場體驗一下這個 Sony NA1000搭配一個喇叭的效果。那當然，我覺得你說有沒有缺點嗎？我覺得就是其實是在配件的部分。因為你看，像現在後環繞配件 RS3S 跟 RS5，RS3S 不講，那便宜的，那沒有什麼好挑的。但我要特別提一下，就是說，你看我在其他的一個影片裡面，我都講說 RS3S 很爛啊，配什麼88很爛，不建議。那配什麼 S2000 很爛，沒 CP 值這樣。但我比較講的是說 RS3S， 我後來發現它真正的一個真命天女就是 AN1000，因為 RS3S 在配上 AN1000 的時候，那個聲音的效果又完全不一樣了。那個感受就是你會覺得，這個東西只要1萬塊出頭是很超值的這樣子。好，那 RS3S 講完，我們講到 RS5 它比較高階嘛，那我覺得它還是缺點就在於說，因為它體積上來講比較大。那 Sony 它其實已經有做像 A9M2 那種比較美型的產品了，所以我覺得在未來也許 Sony 它可以推出更高階的一個環繞的喇叭，那可以在形狀上做的更好看。那我覺得這也許對眾多的消費者來講，你就多了一個更美型的一個選擇了，這樣子。那其他的，你說重低音要再做更強的嗎？我覺得以現行的SW3 跟 SW5 來講，你如果可以做2顆的陣列的搭配的話，是已經滿足我覺得99%的消費者的一個需求了啦。所以呢，之後呢，我會錄一些以這個 AN1000 作為主軸去搭配一些喇叭的影片吧，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裝的過程啊，以及就是聽起來的感受。但是門市呢也同時會陳列這個 AN1000，然後建議大家如果有興趣，你來聽一下 Sony 的最高階的這個 Soundbar A9M2 跟這個 AN1000，它會搭配一些美型的喇叭，或搭配一些比較大型的喇叭，聽起來是怎麼樣？所以呢，這支影片就到這邊，我是 Alan。那喜歡我們的影片，都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一下。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私訊我們的官方 LINE，或在 YouTube 底下留言哦。那我們就下次見嘍，拜拜。